一直在摸我的胸部跟我的那个屁股。还有人走过我的时候摸我的鸡鸡，这样。我觉得我在越南应该是蛮受欢迎的吧。你在全世界都受欢迎。越南的地铁都可以用信用卡喽。台北到底在干嘛呢？然后刚刚有一个汤很好笑，里面有笋干，然后 Andy 说怎样？臭臭的，很像垃圾味道。然后我就跟 Andy 说，可是在台湾我们也很常吃哎。然后我觉得臭豆腐也是垃圾的味道。我们得到一个小结论就是，台湾人喜欢吃垃圾。我就是喜欢吃垃圾。那我喜欢吃你怎么办？难道你也是垃圾吗？我长得像啊，垃圾。清唱，好累哦。我们来到了哪里呢？胡志明市，耶！没错，越南，我们来了。第一次来我上一次10年前，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都犯了一个非常幽默的错误。小笨蛋。因为台湾人来越南是需要先申请签证的，但是我在签证申请的时候填错了我的护照号码。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直到刚刚在新加坡机场的时候才被地勤提醒，我整个人吓到，真的是不知所措。但是钱是万能的，我花了1万块做了紧急的签证，钱就这样飞走了。但是还是等了很久只是填错几个数字，1万块就不见了。然后过后在越南的机场等了大概2个小时，但是不幸中的大幸，至少我还是可以飞来。越南是你选的，对不对？对啊。那我们就要去探索胡志明市了吗？好，走吧。Let's go。我们来到了一个我同事们大力推荐的披萨餐厅。来越南的第一餐竟然是吃意大利料理，但是这餐厅真的太美了吧！而且完全出乎我意料，我以为是那种一般的连锁店，没想到超有气质的，整个室内装潢美到不行。好，我们现在开始吃。好屑哦！怎么蟹老板都在面里面了？太屑了。3。它意大利面煮的很好，就是不会太软，不会太硬，就是有嚼劲那种，很好吃。跟我的肉一样，对吗？没有，你的肉很软。好悲啊！你们给分是出乎我意料之中的好，很嫩，而且真的很好吃。打分的话，我会打8分的。满分是10分。那我的满分，我几分？请问？你吗？对，100分，100分，100分。吃完了，一共花大概1500台币而已，真的是非常的手够短，而且是老公请客，又想说你今天等着是一波三折，真的感谢你。而且你看这边，我觉得有点像台中，因为餐厅很大，然后路边有好多机车哦。觉得好吃吗？我觉得都很不错，牛排很好吃，披萨很好吃，意大利很好吃，但是提拉米苏还好。但我觉得其实它的招牌虽然是披萨，但披萨其实我本身觉得没有那么好吃。以一个新加坡人的水准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牛肉跟意大利面还比它的披萨来的更加惊艳。新加坡人的水准很高吗？很高。
天呐，老公找到一家非常美的餐厅，点很好吃，可以吃点。我觉得越南的餐厅真的很像台中就是对，好霸气，而且设计的都非常美，跟我一样美。打一个问号。所以我们点了非常多越南道地的料理，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吃看看。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点了什么。首先是这个虾子五花肉，越南真的是以猪肉为主食的国家，我最喜欢了。还有这个炸猪肉春卷、鸭肉炒饭、炒青菜，还有这个是一个蓬巴辣的茶，然后这个绿色茶是有柠檬草跟番茄，还有这个就是有一点卤到黑掉的卤蛋，对。越南料理真的太好吃了啦！他最喜欢的菜对吗？真的很好吃啊！这整个全餐都很开心，因为有好多青菜哦，各式各样的好吃的蔬菜都，每一样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对，跟我的脸一样精致。来越南怎么可以不喝咖啡呢？我们现在正在一个阳台的咖啡厅，那这个对面就是胡志明市的歌剧院。但是现在听不到歌剧，但是听得到来自胡志明欢迎我们的声音。那就是喇叭的音乐声，喇叭的音乐声，喇虾。好，我们现在呢喝了什么？喝一个 cold brew， 然后它是越南，因为越南是出产咖啡豆是很旺盛，是吗？很会长是吗？然后我喝的是招牌的拿铁，然后还配上一个很大的香蕉蛋糕，然后坐在这边发呆看风景，然后听喇叭声，这是戒指，冷萃咖啡，酸酸的耶，觉得蛮好喝的。你喝过了？它的招牌拿铁，喝起来不像一般的拿铁，有一点点巧克力的味道，然后奶味很浓。我觉得它是用了他们的当地的咖啡豆吧，我猜。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是别有一番风情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越南呢，我觉得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的餐厅啊，还是一些咖啡厅，隐藏在那种非常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的地方。刚走小小的巷子，我走进来非常漂亮。对，其实我突然走进来的时候，发现我10年前还有走进来这个巷弄过，而且好有趣的就是，它的机车可以一路从马路然后开到这里，然后停下来，然后就走上去餐厅。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呢！你很有惊喜，胡志明市。嗨，我们来到了胡志明市的胡志明雕像的面前。哦，它是胡志明哦。对，后面是他们的，应该是总统府，非常的像马来西亚。大家不要查我，但真的很像。像马来西亚哪里啊？吉隆坡那边啊，有一个很像类似颜色的大楼跟类似建筑风格的。这边呢，就是越南最繁华的一条街。你看后面，很多东西，最有名的咖啡厅大楼也在这一条街上。其实我觉得胡志明市啊是蛮适合用走路的一个城市，它的人行道超宽，虽然上面停很多机车，但还是很宽。真的很像泰国啊，有一点点像泰国。泰国的路都很窄，好不好？老公还带我吃一家得到米其林连续2年推荐的越南河粉。我
我们点了2种多，卤蛋点的呢是火锅类型的，然后我点的就是一般类型，但是有牛尾、牛肉片，还有好吃的牛肉，我们来吃吧。汤如何呢？好鲜甜哦！对啊，这种好了，我想赶快吃了。越南人真的好会煮汤哦。里面有一大块的牛尾、牛肉片，还有这个好像是牛腱子吧，还有当然要加上很多的豆干跟青菜喽，加下去。哇，饱餐一顿真的很好吃，而且价钱更美丽，我们超便宜。我们吃了这么多，才台币300多块。一个火锅，一个牛肉面，真的是物超所值，肉又很嫩，跟我的脸差不多，是吗？我看一下。来越南怎么可以不吃越南面包呢？好大，大概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料。哦天哪，满满的！而且呢，超贴心，这些菜什么都可以自己加。这家店是1989年就开了，当然已经开了要30年了，老字号，老字号，来吃吃看。啊，咬到自己，如何？词穷博士，面包很好吃，挤出2个字，快点！我会单吃面包而已，美味。哎，咬小口哦。如何？很好吃耶，它里面的酱非常的 creamy，非常的浓郁，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很好吃，加了一个后劲，有个墨味。好的。这里面的肉非常多层次，你看有那种白色的火腿、五花肉，然后还有那种很绵密，有点像法式肉酱的那种，再配上它酥脆的面包，你看卤蛋爱不释手，一口接一口。好可爱哦！在夜店的对面有裸男在做越南面包，看起来像面包在做面包。我们来到一家非常古色古香的越南餐厅，叫做 TIB， 是我们一个越南的朋友推荐的。走进来后才发现，天哪！原来以前美国总统小布希有来吃过，他照片放在墙上。这里的菜真的是非常精致，我们来吃吧。看一下里面，哦，里面什么？形容一下。是有肉，然后有虾，我觉得蛮好吃的。它就是沾着这个甜甜的，类似有点像花生酱的东西，蛮好吃。这个是猪五花肉的春卷，这个春卷皮，然后配上这个哇浓鲜合度的五花肉，然后配上这个他们说是发酵过的虾虾，还有一点虾虾，然后米粉，青菜，好，吃咯。海鲜跟海陆组合的感觉，有五花肉跟虾虾在里面。吃饱了，这个餐厅我们觉得很中式跟越南，然后刚刚有这个汤很好笑，里面有笋干，
然后 Andy 臭臭说怎样？的，很像垃圾味道。然后我就跟 Andy 说，可是，在台湾我们也很常吃哎。然后我觉得臭豆腐也是垃圾的味道。我们得到一个小结论就是，台湾人喜欢吃垃圾。我就是喜欢吃垃圾，但我喜欢吃你怎么办？难道你也是垃圾吗？我长得像啊，垃圾。不错哦。好看。哦，很好看的。来，走一个台步，往这里走。好摄影今天穿的上衣哦。对啊，这就是我的，而且只要大概台币1300，好买。帅，买吧。战利品，这家店真的出其意料的好买，好可爱哦。对啊。每一个设计都非常的可爱，而且很多越南当地设计师的画作啊，或者是那些小物，还有服装也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小小的店。对，支持当地的设计师，就会越来越多可爱的东西可以买，就像我的老公一样，真可爱。我们来到了胡志明市最著名的咖啡大楼——咖啡公寓，整一整栋都是咖啡厅呢。但现在感觉已经蛮商业化，因为我们看到上面有这个 Arabica Cafe， 可能有很多知名的咖啡厅都已经住进在里面喽。对，那我等一下是不是要一间一间的喝？那我是不是会死掉？哎，细体呢？然后太嗨。那我们去探索吧。哎。请问这是带斗笠的卤蛋吗？可是你这么黑，有在怕晒太阳吗？轻巧。我觉得刚刚那个多拿的店好像蛮值得去看一下。这里总共有9层楼，然后还有电梯，是电梯只有1台，所以还是运动一下我们的屁股。走楼梯吧，而且楼梯古色古香的，非常的有年代感。哇，真的好越南哦！黄色跟红色的配色，然后还有你的脸整个黑掉。没问题。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家吃甜甜圈的。因为每一家店的冷气都非常不冷，只有这家冷气最冷，一走进去都是这家了。对，冷到就是不待着不行，就立刻坐在这边。卤蛋点了一个自己，这就是自己。他等下会吃到自己。然后我点了一个乌龙茶，然后有芒果跟凤梨。哎，翘起来了。有人想咬到自己，好讨厌。咬到自己。芒果凤梨绿茶，可以无糖，真的很棒，只有茶跟水果的清香。终于来品尝月供咖啡。好苦哦，非常苦啊，比新加坡的南洋咖啡还苦呢。我们来到2楼，真的，我都顶到哎，妈呀！好矮哦，真的好矮哦。我们现在来到胡志明市的捷运站，他们第1条捷运上个礼拜才通车，我们现在就来抢先搭看看。话说那时候10年前来的时候，我看到处都是在建捷运呢，
终于建好了。没想到10年后已经完工喽，而且胡志明市的地铁很特别，是跟日商合资建设的，应该算是日本的捷运第一次扩展到海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我们来就大家看日本帮胡志明盖的捷运到底如何吧。而且现在搭不用钱了，我想应该很少人有经历过台北捷运木栅现在试营运不用钱的那几个礼拜吧。我有，最喜欢免费的东西了。我有，因为我家以前住在灵光站那边，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用钱呢。你说多久不用钱？好像1个月都不用钱，我们都搭得很开心。透露了我的年龄，木栅捷运线是应该是1997年开工的。车子里面真的很有日本的感觉，就看起来其实没有很炫炮的设计，但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细节都做得很好。而且我觉得我真的很为他们开心，因为有捷运真的是蛮方便的。里面人都超兴奋的。越南人的肺活量真的很大。但是大声，大家讲话都好大声哦，跟你一样。但是看到后面这颗钟，就觉得非常有日式设计的感觉。就日本的车站都有这种样子的时钟，而且仔细看它的设计工法，真的是做工很细耶。因为你看它每一条缝跟间距都抓得很好，然后没有那种烂烂的地方。就是请日本人来帮他们做，真是蛮聪明的哦，非常在意细节跟精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想关掉。越南的地铁都可以用信用卡喽。台北大家干嘛呢？这里面感觉是像永乐市场哎，是布庄。好多哦，好多布哦。是卖一些就是可以买布客啊，买布来自己做衣服。你有买过布做过衣服吗？没有。好，那是妈妈的年代才有做的。对啊。这市场真的是应有尽有哎，不只有布，又有水果，还有卖很多猫屎咖啡。猫屎咖啡的摊位上真的有一只猫，而且这边还有卖一些吃的，小小的，你敢吃吗？就是敢哦，我不敢。我是爱吃垃圾的，你忘记了吗？垃圾。出来旅游怎么可以错过早午餐呢？来到了这家非常美的早午餐店，他们的料理很特别，有这种国际料理，也有越南当地的特色料理，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吧。这个是可松跟若梨，然后这个是越南式的炖牛肉，还有牛排，以及正在切肉的卤蛋。我发现在越南很少吃到肉，所以一定来吃早餐都要点这个肉。我们来到河边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对，可以看夜景。我是不是很会找？然后可以看这个就是湄公河吧？是吗？还是什么河？乱说。不是湄公河，另外一种河的夜景。然后这边可以点饮料，还有水果盘，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点的水果盘，我跟 Andy 说这个水果盘呢非常的中国。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去外面都会说哦，我们今天去吃个水果，或唱歌的时候都会点水果盘。然后这个是康普茶、芒果康普茶、红芭乐。我要跟大家推荐这个饮料，真的非常好喝。我点的是桃子茶，然后 Andy 点的是 Lucky Tea， 里面有幸运茶，有荔枝，有荔枝，突然忘记怎么讲。
然后这条街呢，就位于刚刚就是非常吵的那一条夜店街隔壁。刚刚非常的幽默，就是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呢，大家都这样拍我手说，打炮，打炮。哎，等一下，纠正一下，这不是荔枝，这是龙眼。哦，龙眼，对，刚刚人家中文要打炮，哎，用中文哦，我真的是吓死了。不要跟女生打炮啦。2024年的最后一天，我的老公带我来吃一间好吃的越南料理，叫做 Odin House。这感觉古色古香哎，但是又非常的现代。刚刚的店员非常可爱，帮我们介绍非常多料理。我现在就来一一看看我们要吃什么好料。感觉越南料理呢，不管什么都一定要配一些生菜来吃。哎，你这样会很辣。比如说九层塔啦，比如说一些生菜啦，其实没有很辣，我觉得还好。哦，像个羊，一坨羊。我觉得我九层塔跟这些叶子就很越南味。嗯，终于吃到猪排饭了，感觉好像蛮好吃的。用点这个酱汁，他说这个是可以加可以不加，对，好，然后用是直接这样吃吗？对，这样子。哇，黑黑的耶，吃哦，看起来很好吃。啊，吃到自己。形容一下。我觉得有点像潮州的那种棍，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像米糕的棍。天哪！刚刚我就从这个洞下来，它伪装的超好哎，完全就是一个跟瓷砖一模一样，然后下面有地图，作战的时候可以用，然后还有防毒面罩跟，而且你知道这个我看得很熟悉耶，因为跟这个步枪，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呢，练习打靶，一个人我记得我拿了6把还是8把，重的要死。现在来到一家卤蛋带卤，它非常厉害。今天推荐的都是一些非常当地的餐厅跟行程。这间餐厅呢是2024年米其林推荐的海鲜餐厅。虽然我们是同性恋，但是卤蛋非常喜欢吃海鲜。你看这个地上有一个鲍鱼，代表这边海鲜一定很鲜。海鲜炒面。花牛、空心菜、可乐。请问第一次坐在这么矮的椅子上吃饭是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小朋友。你的脚有没有很卡呢？有很卡。有没有卡卡的？懂吃。超卡的。这个面如何？很好吃哎。海鲜都看起来很新鲜，对吗？有点像家里自己做的，就是方便面。泡面。天哪，这看起来超肥的这个蛤蜊，而且很有趣哎，这个空心菜啊，全部都是梗子哎，他们没有附叶子，但是非常嫩，很好吃。来吃这个螺肉，先生，哦，不要自闭啦，很难弄哎。10 minutes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好，出来了。好吃吗？螺。杯盘狼藉吃光光了，真的好
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一道？我觉得这个我那他们这边不知道叫什么，哪一个但是叫拉拉。就是蛤蟆，就是非常清蒸蛤蟆，清蒸的蚌壳非常好吃。我觉得这里真的可以吃清蒸，因为所有的海鲜都很新鲜。跟我一样新鲜吗？你新鲜吗？跟老肉。先生，你怎么又来了啊？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越南料理，太好吃了！你看里面那么多料，而且还有肉酱，我觉得肉酱真的超级棒。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板米吗？对，超喜欢，谢谢老公推荐。而且今天跟他们不一样，他还有附小黄瓜，我也爱吃小黄瓜。我就是那天他忘记点。好啦。正在胡志明的河边等着跨年，他们封了整个河岸的路，好长哦，人山人海耶，好多人耶！哇哦！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觉得越南也是偏有钱，这烟火已经放了10几分钟了，非常的厉害。哎，结束了吗？哎，终于结束了还有，哇！有完没完啊？越南，你好有钱哦，好厉害哦！快乐！新年快乐！越南一定要听这首歌吧。轻轻夜店之旅结束，听了很多越南歌。觉得其实蛮好玩的，跟我想象中的比起来，我觉得比较好。而且 Andy 在夜店被大吃豆腐。对啊，我也是，很多人走过去会这样摸摸我的屁股。被一个老人跟一群有比较年长的人就是缠着，他们给我们免费的酒，然后谢谢他们。但是一直在摸我的胸部跟我的那个屁股。还有人走过我的时候摸我的鸡鸡，这样。我觉得我在越南应该是蛮受欢迎的吧。你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真会说话。万众瞩目的焦点永远都是您。这是怎么买泰国的零食啊 ？Excuse me。你有点像羊哎。我10年前来越南最喜欢的是福隆，但是呢，我的越南同事跟我说，这个 Villa 是最新的，而且非常推荐，比较不甜，而且茶味很香。它最厉害的是乌龙茶，我来喝喝看。怎么样？我点的呢，依旧是水蜜桃口味的，蜜桃的口味很香，茶味也很浓。我的好像有，我加无糖，但是还是有。可能他觉得你看起来很甜美吧，看起来很像黑色的焦糖。但是我刚有叫他加那个，请问点的是什么？波霸。请问你点的是什么？我点的是乌龙奶茶。喝一口。我刚要点那个乌龙波霸，但是他忘了加。请形容。就是乌龙茶奶茶的味道。词穷博士再度卫冕，给他一个博士的宝座。好，我来补形容一下卤蛋点的这个乌龙奶茶。它的茶味非常浓，奶味也很香。然后刚刚它一开始喝很甜，可能是因为牛奶的甜味，但是它搅一搅以后，味道就非常的温和又好喝，我觉得是蛮推荐的。天哪，我们终于到了登机门了。刚刚排队排了2个小时。来越南绝对要非常的提早到机场，因为他们的海关还有安检都非常慢。
们的腿很酸。很酸。好啦，这次越南行终于要结束了，2025全新的开始，我们要搭着新航的787回到新加坡了。那你觉得好玩吗？不错，10年来一次就可以了。那我第一次来，我觉得还蛮好玩，就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咖啡厅也非常的漂亮。对，他们越来越进步，真的非常厉害。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刚刚搭车从饭店到机场的时候呢，我们搭的是他们的国产车的品牌，叫 VinFast。我在路上看到非常非常多，然后我查到他们是第3大的品牌在越南，但我觉得应该是第1大，因为真的路上太多他们的国产而且电动车坐得很舒。服啊，设计也蛮漂亮的。他们的国产电动车其实还蛮不错，但坐起来就是不是非常高级，但是还蛮安静的。那你下次会想要来越南吗？可以去河内。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再见。好，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看10字，拜拜。